坐下。是。电梯损形，西北楼梯2楼无法上行，4楼出口也被封闭。同时被封闭的还有3楼南端的安全门。3楼有什么蹊跷呢？会让这些人同时都聚集在那儿，未曾可知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这些家伙已经开始对我们宣战了。我为什么没有让宪兵发起进攻？因为我觉得这种穷凶极恶的对抗状态非常的好。我要让他们所属机构都看见，从此给我闭嘴！我要把这里变成地狱。实在是我的职责疏忽，没有保护好石原。一定是他发现了关于政治现金的线索，然后被人灭口了。现在下定论，太草率了吧？我和维护现场的便衣做了了解，有一个现象很难解释。在石原的尸体旁边有一把他自己的手铐，证明最初他是准备抓捕凶手的，后来进行了搏斗，没想到被凶手杀害。你们奉命留在酒店里，负责监视，除非出现非常可疑的现象，你们必须马上秘密地向外通报。你们是幽灵。到底是发生了多大的事情，让石原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，现身抓人？政治现金交易，背景复杂，即使是最高级别的调查单位，对此也是慎重对待。不到水落石出，谁敢决定哪个该抓，哪个该留，哪个该策反？石原不是新人，怎会如此鲁莽？你土匪还是小白脸？艺术家。哎。也许事发突然，那就要说到第二个问题，房间。401房间始终是空的，在一个空着的封闭环境里，石原和凶手进行交互，证明他的初衷是不想对凶手之外的其他人暴露踪迹。那他和凶手之间的初始状况是怎样的呢？是他发现凶手闯入了401房间，在做可疑的行为，那他大可不必暴露自己。除非凶手在做一件危害全楼的事，但现场的痕迹并不是这样的。哎，干啥去啊？那么，就是必然性的汇聚。为的什么？相约谈判吗？如果是谈政治现金的事情，那就证明凶手是对方阵营的叛徒。石原为什么要抓他呢？而那个人又吃错了什么药，非要变成凶手？那或许是凶手发现了我们的潜藏，而向他试图探风。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吗？不可能吗？那就证明石原的死是一件跟政治现金毫无关系的独立案件。陈女士，你的这种论述带有太多的主观性了。讨论而已，您何须这么敏感？野田科长，日下部，内线没被切断吗？我们只切断了3层。你是谁？大佐你好，招安人士王大鼎正义务为你勘察命案现场。所有房间的电话都打不通了。什么？封锁我们所有对外的消息？看来日本人是玩狠的了。
听吧，以色列，但愿永远都不要以为自由理所当然，一直忘了那些不自由的人。案发现场的当时，凶手应该还在屋里。开门，大佐请。误会我摸他屁股是出于色情原因，而袭击我的那个保洁出于愧疚以及隐隐的爱慕之情。哎呦我天哪！非常客观的从头到尾跟我描述了一下石原被害的整个过程。你的前缀太长了。当时情况是这样的，那个保洁员听到屋里边有声音，于是他向屋里喊话，这个时候反而屋里没有动静了，于是他掏出钥匙夺门而入，却发现石原就倒在了血泊之中，所以他夺门而逃。那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了，他逃跑的时候，凶手还在这个屋子里。以我多年土匪的经验来看呢，凶手，是个老手。他很清楚，一个普通人受到惊吓后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。你之前的职业不用强调了。我是要表达一下你招安我的正确性。干啥呢？是聊正事了吗？来，各位看官这边请。大佐这边请。我本来一直琢磨凶手藏哪儿了，也许能发现什么痕迹来着。于是呢，我就产生了一些联想，我就注意到这个连廊。于是呢，我就有了一些想法。大佐，你看，从这儿到对面之间的窗户，窗台上和这儿都有积灰被擦去的痕迹，而且痕迹很新。这是凶手攀爬的痕迹，或者从这儿过去，或者从那儿过来，一定是凶手。正常人不会这么干，对吧？哎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对面是403的卧室，那个假导演因为屁股挨了枪子儿，一直趴在床上没法动弹，直到他因为袭击窦警长而被便衣击伤，所以他不可能没见过凶手。大佐，饭店工作人员押解于15、16两间库房，之后将对他们逐一进行录取。他怎么样了？子弹系上脏器，若抢救及时，也许还有希望。但是我来的比较晚，现在说，快说，你到底在阳台上看见了什么？谁爬了你的阳台？看见没有？窦警长，他现在已经没有意识了。他真的没救了吗？现在的呼吸也只是机理性反应。我了个蛋！凶手是谁？我有的是耐心让他水落石出。百惠还在他们手里，趁他还有气儿，拿去交换。嗨。现在的局面，我们双方应该通过谈判寻求化解。谈判的基础，首先就是双方把截获、扣押的人质交还给对方，以此寻求相互的谅解。3楼的各位，我们都要避免对对方劫持人质的误判。我代表日下大佐再次重申，我们县警方有诚意，
通过谈判化解现在的不友好局面。陆小姐，事实上，你我对于政治现金的诉求与日满方并无冲突。方案德方没有认同之前，绝不向日方透露这是死命令。而且现在我话不能说，还翻了脸。石原被杀的第一嫌疑人就得是我，我被闷在瓮里了。你先把那个边音送出去，咱们需要先把人给换回来。别轻易送出去，人质在我们手里，也是有话语权的。不，公国产业必须回来，必须！现在的局面是各方所不愿见，我们同意谈判解决，也同意交换人员，但为了确保谈判公平性，我们要求交换人员之前，先恢复3楼的供电，接通电话，并通知各国外事人员到达饭店参与谈判。苏里人疯了吧？布尔什维克永远天真。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别过去！我再说一遍，恢复供电，接通电话，通知外事人员参与谈判，这是一切的基础。这帮人太狂妄了。我建议双方各出1名谈判官，先进行一下初步的交涉。交涉？这个人都快死了。大佐，大佐，我想他们只是虚张声势吧。他们手上只有百惠的一张牌，杀了百惠，他们是给自己找死，而我们杀他，只是早了些送他上路而已。裴秋成，杀他足以震慑那些家伙，让他们明白，他们没有对抗的资格。大佐，杀一个将死之人以作震慑，可以说是废物利用，非常划算。很好，我们要让咱们清楚地认识到，在这片土地上，由谁来掌握生杀大权。巴布洛夫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你没有权利代表我们所有人。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质，能随随便便的交出去吗？现在跟他们谈条件毫无用处，反而会激怒他们的。你少在这里叫嚣，你到底是什么人还不清楚呢？现在是解决问题，说这些有意思吗？所以你为什么？你是最聪明的。你们都到窗户边上来，你们都看着。你们将看到，任何的要挟都只有一个下场。都给我听好了！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我们的底线，你们必须受到惩罚。我要让你们很清楚的，以最深刻的代价意识到，你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放弃抵抗，高举双手，走出来。
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想让各自的国家力量介入干涉，那就只有把这里变成所有人的战场。对，我们现在必须证明石原的死和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都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日本人不会给我们时间的，他们之后必定要强攻。妈的，我们怎么抵抗？我之前说过，选择3楼是因为这里有枪，有枪就有话语权。别装了，甘英！你上次卖给东北军那些枪支的样品，是不是还藏得好好的？听好，刘金华，现在事态变得严重，再也不能像昨天那样愉快的玩耍了。踏踏实实在这里待着，不招呼你别出去，知道吗？哎，不对，你们要把我甩了呀？凭啥呀？那我咋整啊？我刚才亲刘金花，你不要吃醋，这完全是大局需要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现在得想想怎么能够一手遮天。如果不能证明石原被杀是一个独立案件的话，我就不能控局，不能控局我们就死定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和刘金华就不一定能葬在一起了。A 级调查令下来没有？野间科长现在没有时间，你直接过来吧。就直接说犹太银行涉嫌洗钱。对，马上。可是那帮烂货都跟日本人干起来了，咱能镇住他们吗？不知道，但我只能这么做。震翻他们是我现在唯一可走的路。咱就说。
回去通知日下大佐。好。陈女士，怎么样了？我刚要出门，电话就来了 ，A 级调查令不予批办，说是犹太银行已有抗议，要求关东部履行保护金融规则的承诺。好吧，我转告叶金科长。陈女士，您辛苦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再见。王大鼎，我哥，他就是一个梦想家。身为绿林中人，这种性格会困扰他的一生。早年，我妈为了队伍有更先进的管理水平，送他去读军校，混了半年他就跑了，非要去学啥玩意儿来着？戏剧。戏剧。后来，我妈跟人私奔，我接管黑匣子岭，我哥又回来了。他梦想光荣，说要制定一套劫富济贫的方案，幸亏被我及时废了，才让队伍摆脱了捉襟见肘的困境。我跟他说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别去招惹官府。他偏就一会儿宰个汉奸，一会儿绑个恶警老婆。文学里侠盗扬名立万，可现实呢？走黑道的。最怕的就是这个。我很清楚，他们为什么会对你言听计从，就连我都差点儿。但事实证明呢，听你的之后，我们除了傻卖力气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哥依旧被拎回去了，所以。别再对我指手画脚，从现在开始，按我的方法来。大当家们来了。大当家的，城内各区都分派出人手了。干啥玩意儿？你要干什么？分些人手，在各区域兜着县警方转悠。黑匣子岭主力，干他娘的和平饭店！
北楼的顶层是赌场，下面是4国商场。我刚得知消息，这2个区域都备有小型柴油发电机，作为应急之需。赌场的柴油储存量可供发电100小时。赌场内还有调兑饮料用的蒸馏水和多种零食，够用1个星期。所以掐断水电供应，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困住那些家伙的。你没有采取杀伤性的强攻方式，说明谈判还是第一选择。不，你错了，我是要亲眼看见那些家伙站立地跪在我的面前。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分工？因为我跟陈家颖的外线调查就差临门一脚了。不，现在所有事务由我来主控。如果不能锁定钱款逃离银行的出口，那我们只有把宝压在那个嫌疑的运送人李佐身上。而这名毒贩的影儿，我们到现在都没摸到。不见得吧，叶剑科长。我们对那么多有着外交身份的人动用了武力，情势终归是微妙的。如果你们在外头，那我们这边的情势不就都随你们渲染了吗？日下部，我很不理解你这种合作的态度。如果军方不能完全掌握情报体系，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我去电机房检查下柴油。你好像对这里很熟嘛。以前我是这里的常客，后来钱输光了。刘代林真算是高手了，深藏不露。我回的家的秘密都被他看在眼里。所以你们要小心呐。那你呢？我早就后悔了，当时我应该投降才对，莫名其妙的就被大家拽上了贼船，没事也变有事了。A 级调查令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，我们卡在这儿了。恭喜你啊，成功进入核心团队了。自从你改了低眉顺眼的风格之后呢，就不帅了。那也比你强，至少曾经帅过。饭店里的住客藏过发报机，撕拉过外线，甚至还有枪支。窦军长，你曾汇报说你亲自搜查过每一个房间，能给我解释吗？实在是抱歉，我所见过这种高档场所非常有限，并不知道从吊顶到房顶之间会有这么大的空间，竟然还可以藏东西。如果上报说他们是武装暴动，会惹来很多麻烦，所以我决定在24小时内彻底瓦解他们。陈女士，能针对我的要求给我个有效的建议吗？事实上，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加迫切想知道谁是杀害石原的人。因为只要凶手另有其人，他们的外事机构就更加有底气了。另有其人指的是，只要不是他们的人就行，这是他们的心态。他们代表各个阵营，即使混在了一起，也是一盘散沙。我敢打赌，为了获得暂时安生，他们会忙不迭地因为石原之死进行自我排查。所以，仅是排查石原案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。只要使点巧劲儿，就能让他们自己斗自己，很轻易就瓦解掉了。你依旧认为石原的死跟政治现金无关吗，陈律师？大佐，你放心吧，即便真的没有关系，也是你知我知，整个案子仍由县警方主导。大佐，我请求去和他们谈判。警长，去了就得拿自己交换人质。都是老警察了，还用担心这个？那既然拿石原案为由头，那当时在楼里的人就都要避嫌。好吧，我去吧。那我一起，以便保护。
这个刘金花，把他打发走吧。一个局外人待在这儿不干不尬的。饭店里所有的职员都要进行排查，就算是没有嫌疑，也不能放走一个人。知道为什么吗，叶剑科长？因为你知我知，在事态还没有明了之前，我担心放走的人会乱说话。你不会怀疑我授意他什么吧？诚心而言，我确实有这个担心。那什么，哎呀，那个，其实跟我在一块儿呢，陈嘉颖啊，都是把我的安全放第一位的。他对你也一样，真的。他呀，就是一个挺会替别人考虑问题的人。他们这种人都这样，所以呢，这也是我欣赏他门的原因。是出啥事儿了吧？情况是这样的啊，在我的建议下啊，陈嘉颖呢要跟那些烂货谈判，这你也知道是吧？要想留活路呢，就得把这帮人整听话了，你懂的呀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谈判呢，就有小许成为人质的可能。然后就有些人就说了，说可能你啊，你会出来搅和、阻止，然后阻止不成就插一杠子，就会就想打发你走，是吧？其实陈嘉颖都快成功了都。结果没把我弄走，反倒你要跟他陪绑，对吧？不是那个我自愿的，他没有。你让陈嘉颖过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他。看你不，你是主角吗？我走不走你还没吱声呢，他瞎安排啥呀？花花咋的？我知道啊，咱俩是一伙的，是吧？你替我担心，你说你也就是冒过凶险，出过力，在关键时刻起到过作用，是吧？我挺感激你的，但你不能因为这样，你就一说话就凌驾我的态度，就跟我说话，是不是？王大鼎，你个完蛋玩意儿，你就是个人渣，你知道不？你到底懂不懂啊？就算他们能放我走，你还搁这儿呢，我能走吗？小花啊，滚犊子！你快些，好。我们要自己进行排查，证明石原被杀跟大家都没关系，这样就能够表明暴动是因遭受不公正对待被迫而为。可问题是，谋杀者倘若就在我们中间，那就找出来交给日本人，这更能说明我们的群起抵抗并无敌对之心，只是为了自查跟自清，这会让各方的外事机构也能有话说。我想排查是必须的吧？坚持在这里没有意义，大家都有在外做的事儿，对吗？陈嘉颖来了，还有王大鼎说要代表日满方与我们谈判，并且自愿还走人质。我们上来了。我们没有带枪。没有啊，绝对什么都没有。你们要不信的话，我可以脱光了，我保证，除了美好的肉体之外，什么玩意儿也没有。
现在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，我们都陷入了被动。坑结在哪儿，大家心知肚明。是谁杀死了石原？我和王大鼎自愿进来换人质，就是为了证明我们向日下大佐的推测是正确的，那就是杀害石原的人并不是你们，或者说，并不是你们所有人集体所为。找出凶手，或者证明凶手不在你们当中，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。即使找出凶手，女方也不会解除封锁吧？现在闹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已经掩盖不住了。你们各自的外事机构估计已经都快发疯了吧？如果日下大佐的判断是错误的，你们认为他能顶多大的压力呢？可不嘛，这外头都干起来了，这是国际争端呢。那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没错，南铁还有县警方对大家都有其他事件的猜测，但事件归事件，杀人归杀人。如果大家不能恢复常态，还怎么克制的交流？说实在的，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判断是错的。如果杀石原真的是你们所有人由于某种未知的阴谋而共同为之，那我和王大鼎就只能认栽了。大佐，他们要自查谋杀石原的凶手。是的，他们准备逐个排查，每个人都要证明自己不在现场。这倒跟陈家颖分析的一致。若排查证明凶手不在他们中间，那就是另有其人。饭店的工作人员也已排查过半，范围越来越小，找出结果不会太久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再找你。哦，哥，没办法，职业习惯，总怕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，所以问了又问。啊，同时我担心王大鼎对他的问询角度有所不同，所以我有什么新的收获？跟王大鼎说的差不多，没什么新鲜的。的确，那个保洁员没看到凶手，堵截那些家伙逃跑时，楼内警力不多。可是你却跑到403，结果被袭击，然后公观察员被枪击。为什么？你是怕他逃跑，还是觉得他就是凶手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多么博得日下部的欢心，但记住，永远不要这么跟我说话，永远不要，听见了吗？我不管你多么博得日下部的欢心，但记住，永远不要这么跟我说话，永远不要，听见了吗？我博日下部的欢心，那是因为你博不到。他们说什么？石原被谁杀的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哥，我只想告诉你，现在你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证明你是对的。你对陈佳颖和王大鼎的判断真是错的吗？可我到现在都认为你是对的。日本人不傻，但是他们太迷信自己，迷信审查程序，以为他们的机要单位固若金汤，所以才被陈佳颖绕得团团转。大大，你
你怂了，你对他们低眉顺眼的，你需要重新被正视，明白吗？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又挤回来，就是为了这个。谁说我的内伤好了？有那么快吗？陈建也要去换人了，他现在把自己当做女上环了。甘颖，拍下就像你们纳粹神血统，相信你会很有感觉的。案发前，乔治白和龚导演去了307房间，找到了瑞恩，在3楼的楼道上遇到了饭店服务员，那个服务员可以充当第三方证人。老犹太在西餐厅，有餐厅服务员可以作证。陈氏兄弟和苏联夫妇在418房间，保洁员月梅想要打扫卫生被谢绝，他看到4位在房间里，而且保证直到月梅进入到案发现场，这4位就没有出过房门。陆黛玲陆小姐宣称，在案发前后，她和你从舞厅一同回到了房间，可是她想不起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过谁，所以请甘颖先生好好的想一想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谁，或者被谁看到。离开歌舞厅的时候，服务人员正巧没在，回房间的过程中也没有遇到过其他人。还是请你好好想一想吧。陆黛玲小姐突然莫名其妙地和你成为了同一个阵营，如果没有第三方证人，只有你们2个人相互作证，是不可信的。真是逗，什么就叫同一阵营？你别告诉我们，你们俩忽然同进同出，是出于桃色新闻。你们天天脑子里面都装一些什么东西？陆小姐，有这疑问的可不止她一个人啊。你跟您夫人也一样吧，都被他吓到了。一个寻求上位不得其法的小演员，受尽了委屈和折磨，突然发现他受过特殊训练，就在和你走到一起之后。陈先生，你离题了吧？他差点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，这点非常可怕。谁也不会因为发现石原是暗哨就痛下杀手，石原也不会随随便便和大家起冲突，所以石原被杀必是灭口。没错，石原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令人恐惧被发现的秘密？哎，行了，打住吧。去年呢，绿林街几家豪门排查一告密的，结果也这德行，几波打一波，屁效率都没有，凑在一块查不靠谱。这样了，分辈来吧。谁给你权利阻断我？谁给你的权利来阻断我？你别误会，这样下去不行，会产生错误结果的。我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，这方面我有经验。我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。别给自己加戏啊！表演处不是预谋搞分化就行了。其实我还下不去嘴了。刘金花，我总觉得对她有点亏欠。我们就这么一次空余的机会，你别玩文艺了，行吗？但是我移情别恋是真的，我骗不了我自己。我是把你当知心人才跟你说这个的。刚才在针对陆黛玲的时候，陈明章和巴甫洛夫瞬间协同，这说明虽然谎言传了，可是他们依然在配合。他们对陆黛玲的疑问来自于他们的恐惧，这说明那笔钱出问题了。你嘴快，我顺着一说。美国佬开口就带杀伤力，这说明他们自己也不确定他们的秘密是不是被陆黛玲洞悉了，所以呢，攻击当时的。我有职业病，是秘密我就必须揭穿。这个陆黛玲竟然把我给骗了，我必须扳回这一局。女
人呐！我有一种预感，将是我们恐惧的关键。陆带灵的忽然变身，让所有人都心怀惊悚，但陈佳颖却似乎嗅出了一抹希望的气息。他精心布局，以求脱身，却因石原的意外被杀，功亏一篑，再度沦陷于和平饭店。他足够掩盖自己以及所有秘密的可能性，事实上已微乎其微，但他依旧贪婪，依旧想让所谓政治现金的这场掠夺在隐秘中瓦解，希望美国人的财富行动隐秘而安全，所以他需要一个撬起地球的杠杆。他预感到陆带灵，准确地说是所有人对陆带灵的疑惑与恐惧，就是他需要的那根杠杆。你们没有走掉，这是天意，还是人为？你们假装车里布置暗哨，不就是想求证你的猜测吗？可是你们的行为暴露了财富是谁了。之前在饭店里有几十个工作人员，可现在你们自己把范围缩到了这么小，能是谁呢？当然不可能是陈氏兄弟，也不可能是巴甫洛夫夫妇，更不可能是陆带灵小姐。那又能是谁呢？我就知道，你不是来排查凶手的。当然不是。告诉我，李佐在哪儿？李佐就是微型胶卷里的那个毒贩。你们难道不记得了吗？如果我们告诉了你，那岂不是没有抵御你的筹码了吗？你的动态痕迹已经告诉我答案了。在你们放弃政治现金之前，李佐就已经失踪了，对吗？谢谢。问询结束。陈女士，我的目的是抢钱，可是现在被阻断了，我得找到希望，这也是你们的希望，所以不要让我把兴趣从钱转移到你们和老犹太的身上。之后我无论做了什么，请尽量顺应。我说的够直白了吧？我觉得你呀，别挣扎了，你们在我眼中是透明的。你不觉得陈佳颖跟王大顶的来很蹊跷吗？不管谁来，石原这事也要查清楚。你现在对我的态度就是他们所希望的。其实，石原的死根本就不重要，很重要的是他们要通过排查离间我们，让我们自乱阵脚。他们越表演，这个意图就暴露得越明显。陆小姐，这应该是我们肚子里头的虫吧，什么都知道。小郑，还没轮到你们呢。认识这个吗？你认识他吗？啊，美元
美国的货币，当今世上石元最大的国际货币，它代表着美国的繁荣和强大。都暴露是骗子了，那我们就坦诚一点，好吗？其实陆代林最可疑了。那笔钱是怎么回事？我说过，坦诚。我拿不到那笔钱和苏联人拿不到那笔钱，对于你们来说，后果是一样的。是李佐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个毒贩，他负责把犹太银行弄出来的钱秘密转移出境。这个李佐是我们在东北唯一的联系人，可是现在失联了。钱款离开犹太银行的出口是谁？我们骗的是犹太商会的那2个总裁，他们弄了个众筹项目来洗钱，并且承诺呢，在规定的时间把汇总的钱转出银行，但是具体出口我们真不知道。是，他们只是说要主动的跟李佐联系，但是呢，李佐这线已经断了，我们真的很恐惧啊。恐惧有人洞悉了全局，并且黑吃黑，对吗？所以你们希望利用我来调查陆小姐的情况。话说陆小姐这摇身一变，确实容易令人遐想。下辈子投胎，一定做个本分人，还得做好人。喂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陈佳颖知道了，财富是老犹太，却不去追究他的身份，是太奇怪了。拜托，还没有轮到老犹太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相对于这个陈佳颖，我更害怕陆小姐洞悉我们的秘密。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因为她一直隐于暗处，还跟纳粹在一起，又或者我们一对陈佳颖藏无可藏，反倒豁出去了。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跟日本方冲撞是个错误的举动。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跟他。没错，德国认同之前，方案必须保密，这是你的私命令。但困在这里，秘密难免也会被陈佳颖挖出来。他显然已经在铺垫了。告诉我，他们都问了些什么？你违反游戏规则了。什么防线？崩溃了才最可怕。大家因为相互猜忌已经分化了，阵营力量被瓦解还是其次的，真理会不会被洞穿？大家都是有秘密的人，但就心照不宣，最怕用心有别。掠夺不属于自己的钱，
这属于强盗的行为，这个你们也干得出来。彼此吧。你们是纳粹吗？我们。骑虎难下了吧？哪怕是骗局，你们也得坚持下去。拿到钱还好说，可是如果戏弄了斯大林，这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无关始源的调查，住得住吧？我们没有心情跟你聊这些。可是李佐失踪了，你们又困在这里，怎么样才能拿到那笔钱呢？陈建营，所谓爱政权，从来不是你所想象。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在排查石原案的凶手，那我们就不要继续下去了。你忽然变脸，让所有人都感到惊悚。陈佳莹若压住不放，我们的秘密就会在美苏面前曝光，后果会更严重。别让他有这样的机会。请你不要神化他，他只是一个侦讯专家。你知道他的能力，否则也不会这么焦虑。你曝光了，就是个灾难。相信我，直接向他坦诚身份，让他弄我们下去，跟他合作，然后引荐高层展开三方会谈。别管什么死命令或担心身份还没在，我会帮你解释，除非你骗了我，好吗？我绝对不可能向陈佳莹透露我的身份，因为我不信任他。陈佳莹不讲信用，但总有底线吧？绑架他和王大定。什么？绑架他们，然后让日本人气急败坏的强攻上来，然后我们趁机投降。我可以向日本方表露我的身份，但绝对不能是他们。虽然他们一副是狗嘴脸。他们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有很多问题，对吗？陆小姐，你到底在恐惧什么？恐惧你们所有人变成被他玩弄于掌心的可怜虫。这个套式结构有问题，但是我还说不出玄机在哪儿。你这边怎么样？美国佬确定要带走的那个重要人士，就是老犹太。你先别吃惊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李佐确实是运送那个所谓政治现金的人，但是他已经失踪了。这就是我之前判断钱款出了问题。至于苏联人，严格来说是瓦列丽娜，她似乎在绝望当中找到了希望。当然，这个希望不是我。当我试图引诱她敌视陆代灵的时候，她竟然打断了我。你们是纳粹吗？我们。你不觉着陆代灵跟德国佬形成组合的契机很蹊跷吗？怕的就是这个。别到了最后，洞悉全局的人是纳粹。这样吧，待会儿陆代灵和该隐的问询，我们俩一起完成。我们必须确定他们知道了什么，隐藏了什么，这将决定最后我们怎么出手。双手抱头蹲下。陆代理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你们被拘禁了。交给我。说好了，这回我是主角。陆代灵，我靠了！
们要是故意找死，又能赖得了谁呢？陈家颖的身份比浅见要高得多，这等于是诱使那帮家伙拿他们来胁迫大佐。如果提出的条件不答应呢，就先杀掉王大鼎。真整出条人命来，大佐也就不敢扛了。那肯定啊，那些家伙呢都是有外交身份的人，大佐肯定不能往你死我活里整。我们这么做也是侦讯需要，谢谢你的配合。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岗位了。哥，你就瞧好吧。这陈家颖想通过谈判抢过主导权，那咱就让他憋死在自己做的监里。咱们根本不可以这样做。你若这样做的话，那不是有逼着我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我们跟那就宰了王大鼎。告诉日满方，我们这回玩真的，剩下个陈家颖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吧。没得谈，想再周全都是白搭。只要有的谈，就什么都能谈。有着外交的身份，要求最高赦免也是可以的。死个招安的土匪怕什么？不是，别担心，苏联人有赦免。也就能恩泽到你们头上，虽然你们屁都不是。别拦着我，让我上去！别拦着我，让我上去！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让我上去！让我上去，你凭啥管我呀？啊不，我就要上去，我要上去，怎么的？为啥呀？快住这儿，我上去，让我上去！进来。刘金花想要闯上5楼。已被在上宪兵堵截。刘金花写给关东局的报告，你先起草的。谁让你在这胡闹？楼上正在谈判。我要……你要是再敢撒野，我就让地下室的刑讯教你立规矩。我是说我要回房间。日下大佐，既然您已经在下面了，我们就直截了当了吧。南铁机要人员陈家颖及其聘夫王大鼎已被我们扣押。我们的要求很简单，就是让几国外事机构、关东局互派人员进入饭店，和平解决事端。1个小时之内，我们要看到外事人员、关东局人员进入饭店，并且做出调停承诺，否则，你方即被视为拒绝和解，人质将被陆续枪杀。怎么会这样？意料之中。意料之中？你什么意思？他们拘禁了陈家颖和王大鼎，威胁说如果条件不能符合，就开始处决人质。什么？刘金花是我故意放上去的，当然，我把他击得已经歇斯底里。我预感到，只要陈王2人一进入那些人当中，就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。不觉得奇怪吗？那帮家伙既然硬碰硬，是不是应该早早的下最后通牒？可是为什么要等到我激起刘金花，惊动了您，主动找过去，才肯撂下狠话呢？为什么？也许他们做决定的时间跟你们巧合上了。巧合？您真的认为是巧合吗？为什么只要有陈家颖的出现，就会有巧合呢？大佐，您打算拿姚红做文章，可是恰巧尸体就被劫走了，又是恰巧，陈王2人共同外出，又是巧合。
我们的陷阱人员为了追查劫走尸体的唐玲，人员不够，差一点就失去了对这2人的监控。窦警长，别急呀你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也就这么一听。我并没有恶意要针对谁，我只是担心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巧合，会耗尽我们所有的时间。1个小时，这帮家伙只给我们1个小时，我们忌惮人质会被受到伤害，又不敢妥协，只能周旋。于是1个小时，于是又得应对幺蛾子，直到各国外事人员的到来。我们只是想借着石原被害拿住这些家伙，查到钱款的来源，对吗？可我们被彻底拖住了，时间一长，钱就飞了。更何况他们在外面有侧影，还有那个共产党人唐玲，说不定他也贼着这笔钱呢。要不然，他怎么就纠集这么一大批人马？这个排污口离和平饭店底下直线距离800米，所以侦查，我们的人手就得多。傻狍子，你在这望风，煤球弄断你说的铁栅栏后，留着传信儿，没毛病。你我进饭店侦查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入夜突袭即可掩于其中作为内应。人手多吗？你能打消入夜突袭的概念吗？我当然希望不动干哥就能把我哥救出来，但谁能保证我们是神仙江？如果进去之后诸事不易，那就只能来狠的了。我跟你说，闭嘴苦瓜脸！富贵险中求是我们绿林界不变的真理。若真要走到大规模杀伤对战的地步，那就当是打鬼子吧。王大鼎，王大鼎，行了，你别装可怜了。我没脸见人。不就是一招被人制服了吗？哦，她是个女的，你就觉得丢人了？那这样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事我不传出去，行吗？可是案发现场，目击者不止你。行了，你给我恢复正常。现在我们被关起来了，后面会发生什么结果，我们得想想对策呀。你个大老爷们儿，别像闲言虫似的全在这儿。你行了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刚才是我嘴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总不能在你面前表现出英雄的一面？陆德林把我扔进来的时候，那门是关的，对吗？我们出去的时候没有关门，有人进来过。爸，我们全都被陆德林裹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陈家营是想拿石原这个案子做幌子，他就是想确定这笔钱款的下落。我估计他们也是卡在李佐那儿了。虽然我们断了线，但是我们跟他一起找也未必找不到。如果投靠他呢，至少能把命保住。可问题是，这个陆代理又让局势针尖顶了麦芒，这样我们只能跟大家捆死在一起了。是啊，我们俩就是个骗子。我就不信，我们躲回广东，老毛子他们也能追杀得到。找什么呢？你看，这儿有个印记，是新的，但不是咱们俩的。这是脚跟在进门旋转时留下的。如果是正常开门进来，
另外一只脚跟进，这只脚就会把重心挪在脚尖上。除非他进门转身的同时扑向了墙边。陈家颖说的很明白，是我们自己暴露了财富是谁。哪怕现在杀了他和王大鼎，日本人依旧能够锁定是老犹太。罗代林来这一手也没有错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祈求外事机构的强势介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陈家颖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他真要彻查财富是谁，当初就没有必要假装解除封锁。都是圈子，以他的能力而言 ，Roy， 不要因为你的恐惧而神化了陈家颖 ，OK？ 陆代林劫持他们，并利用他们给谈判加码，结果只有2种：第一种，日下部妥协；第二种，日下部被彻底激怒。他多残暴，大家都见识过。第二种结果，陆代林就不害怕吗？日下部就算疯了又能怎样？无非就是不再顾及伤亡，采取强攻。打起来我们就投降，他们对不对抗，死伤多少无所谓，死光了才好呢。我彻底没了曝光的担忧。你会借刀杀人？既然都到这份上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亲爱的，我总感觉你现在有点古怪，能解释一下吗？眼前就是，没有比陆小姐更好的办法。你的心事，并不是因为这个。巴布洛夫，如果那笔钱飞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该官上说了斯大林，但是苏方委员会在主管上会跟我们上纲上线，我们还有什么筹码为自己开脱呢？你在这里等着。老犹太呢？谁看到老犹太？他不是看着枪的吗？哪里没人？哎，好像咱们扣押陈家颖和王大鼎的时候，紧接着就跟日下部对峙，那个时候就没看见老犹太呀。坏了，走！哎，这幅画是后画上去的。和平饭店建成的时候，希特勒还没有当元首呢。藏在不可告人的密室里头，那肯定是饭店的设计者或者所有者画的。和平饭店是犹太人的资产，在他们的密室里供着仇视他们的人。万一不是供着呢？万一是扎针呢？你听说过扎药丸吗？那就放纵一下你的想象。如果见到你的仇人，你最想做什么？凭我非常敏感的触觉判断，这里边藏了个开关。是个电梯井，不大，只能坐1、2个人。这个开关。整错了，不是开关。
过了吗？我这里没有，殡葬房里也没有。坏了，那他能跑哪儿去呢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我出去看着，防止他们进来。王大鼎，据眼线称，你的陈佳颖是被同时带进饭店的。这么说，我哥和刘金花肯定是被他牵连。你走了这么远的路，还能说呀？换了我，口早干了。长点记性啊，不刮脸。女人叨叨叨，约等于养精蓄锐。我差点忘了，王大鼎嘴也挺碎的。你他妈再敢挤兑我哥一句，我让你这辈子说不了话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走啊！是这儿吗？对，就这里。美霞，动手。得嘞。什么人？别冲动，别冲动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谢尔盖，我认得你。我妈是跟你私奔的。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，里边有你照片。但那张照片我一直留着呢。你是黄玉兴的女儿。6年前，我才17岁，我妈就跟你跑了，把整个黑匣子岭甩给了我。我妈呢？我他妈问你，我妈呢？玉清，玉清。我决定让士兵们突击进去。我已经料到你会有这样的决定。我想窦警长去他的窦警长！他想说陈佳颖跟他们串通一气，你信吗？而且我说过多少次了，陈佳颖就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挖出钱款的下落，而且他就差临门一脚了。可他们现在都被拘禁着，他们现在什么也查不了，反而成了对方来要挟我们的筹码。我绝不会被人要挟，至少窦世霄说对了一点：时间越长，我们就越被动。所以我要速战速决，一口气拿下这帮家伙。不计伤亡吗？王大鼎我不管，陈佳颖若被伤及，当我什么都不再顾忌的时候，我会有10000种方式撬开他们的嘴。日下部，从今往后你我之间不再有交情可言。我来杜家，一个老光棍儿，竟有幸相识了玉清。他是那么的与众不同，他从不说自己的过去。若见不到你，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黑匣子岭的前大当家。外国人心还挺大的。当初我以为他只是有段忧伤的过去，不
不愿提及，反正相爱就足够了。我们都以为爱情是2个人的事儿，谁知待他回国后，我们的婚姻非但没有受到祝福，反而引发了各种猜忌。他不说自己的过去，就通不过审查。于是那帮家伙开始迫害我们。雨晴，他是那么的高傲，他无法忍受羞辱，自杀了。我是个懦弱的人，我没有勇气跟他做一样的选择，而是猥琐地跑了。先是故乡波兰，然后日本，最后又回到这里，就像个无处安生的游魂。我每天都在计算公式，借此缓解内心的自责，但我知道这没用。我的每一天都是灰色的。老家伙，王大鼎是我哥。我知道。他现在什么情况？陆带领，我靠你！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查看过了，就除了这儿。于是就抓狂了。你抓狂的时候，逻辑思维真的好混乱呢。一边用手解开门把手上的铁链子，一边深信老犹太偷偷到了这里。万一呢？万一老犹太进来之后用什么法术，双手穿墙而出，又把铁链给系了？你们用不着冷嘲热讽的，他能逃跑，必然是在大家都没有注意的空档。就在我像打狗一样把你放倒的时候，大家都被你吸引去了，就忽略了他。我跟你有什么冤，结什么仇了？你打完我以后，你还侮辱我？我提醒你啊，好歹我帮过你吧，是我让你登上舞台，展现了自己的才艺。现在情况比较严重，跑掉一个人，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，大家再分头找一下吧。好。等一下。我跟着。不要捞你，2人一组，走。是。你有什么疏忽了，陆小姐？我作为行为痕迹分析专家，有必要和你进行一些探讨。刚才我拿话逗你，无非就是引出一个话题。你曾经拿小影星的面目示人，但是被你巧妙地回避了，因为这个话题会迅速地引起大家对你的惶惑。正因为如此，你的大脑旁顾不及，就疏忽了其他的问题。回你们的房间。你脱口就说老犹太逃跑，情况严重，而我恰恰认为这对你们是个好消息。回你们的房间。或许这里有出去的路。让他说下去。嘿，先把枪放下，朋友们，这样很危险。卢小姐，我们一起把枪放下，先听他把话说完。他们都是蛊惑人的高手。放心吧，这里没有蠢人。
瓦莲蒂娜，把枪放下。陆小姐，谢谢大家。老犹太人畜无害，我想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吧？我想不出他逃跑了，对面对如此境界的你们，还能产生更负面的影响吗？如果老犹太真的跑掉了，而不是躲在某个僻静的地方睡觉，那各位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，这个场合会不会有什么可以提供大家溜之大吉的暗道什么的？陈女士，这只是我的猜测，我随便说说的。面对这么一个对大家来说都算是不错的机缘，陆小姐暴露的心态却是情况严重，为什么？这是因为恐惧吗？曾经发誓，但凡见着你，我就杀了你。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因为我哥。我要你帮我，你欠我。请大家注意专家的用词：恐惧。是的，恐惧。当王先生试图告诉大家这里或许有出去的路时，陆小姐本能地掏出手枪，试图阻止我和大家分享这么积极有意义的信息。你就丝毫不在意这种阻止会受到大家的干扰吗？你受过良好的训练，却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，为什么？因为恐惧。大家不要听信他的蛊惑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原因就是因为当你们在扣押我和王大鼎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威胁过日下部了？周芷，是不是威胁日下部必须妥协，就杀掉我和王大鼎？这个事情好，我知道了，正在对峙中。你们给了他们多少时间？1个小时。你们是不是傻啊？日下部要是不妥协呢，那就是鱼死网破。问题是日下部要是急眼了，要是不顾伤亡，你们能扛多久？你们还能活下去吗？这一点，陆小姐一定已经很清楚。但是面对这一点，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。为什么？除非你希望看到这个结果，牺牲大家，保全自己。你从乔治白那里睡出了多少信息？你这是离间，还是陈氏兄弟，或者是巴布洛夫、瓦列妮娜，或者其他人？这个李佐是我们在东北唯一的联系人，可是现在失联了。可是李佐失踪了，你们又困在这里，怎么样才能拿到那笔钱呢？我基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杀害石原的凶手就是他。啊？什么？哎呦，你都被识破了！嘿，该隐，闭嘴吧！你们俩还没有那么亲密，别被他裹挟了。你们真是栽赃啊！为什么你不害怕日下部歇斯底里？因为这就是你想要的。打起来了你就躲起来，他们死多少人你都不在乎，因为把谋杀罪名安排在死人身上最简单。王大鼎还来！
拉绳索，镣铐，绳索放置合适长度。大米饭，放心吃，我拿来的，不杀头。听好了啊，我和陈嘉映一样，都是共产党的卧底，所以有事儿你得听我的。真的呀？哎呀妈呀！你都跟我撂实底了，那我也不跟你整虚的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其实我也是有身份的人，我是你妈。行了，学聪明了。姓窦的呀，我把话撂这儿，你迟早会死全家。行啊，打个赌呗，我也把话撂这儿。你的王大鼎一定会死在我的面前，还有他的陈嘉映。你说啥呢？你给我站住！大佐，警长，我们的突击准备已经就绪，我现在需要一个人进入敌方内部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鸣枪闯好。到时候我们就会发起突击，一组围堵大门，一组破窗而入。进入敌人内部的是我。其实我早应该想到，众目睽睽之下进入敌人内部，然后鸣枪传号，丝毫不用考虑我是不是会被他们干掉，舍我其谁啊！用不了多久时间。这还是个值钱的玩意儿啊！是啊，这人被放山的时候啊，都是高举双手，所以小弟的前2/3区域很容易被忽略。这把枪的子弹是特制的，很容易辨识，所以你要想杀掉他俩，得另找枪支。混战中这并不难。石原案虽说是个借口，但那俩肯定会查。那俩再查，真相就不可控了，那就太麻烦了，对吧？谢谢你啊，兄弟。我说你这架可以啊，啪嚓一下成这样的。之前整个过程，你可一直都在抢我的风头啊！不是，这回我是主角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哎，你发现没有，感受到没有？咱俩这回真是心灵相通了。还好意思说？刚才我在他是凶手的时候，你差点就露馅了。瞬间就折过去了嘛，而且帮你圆了逻辑。我跟你说，陈氏兄弟的断线，是因为陆代林的截胡。那笔钱一旦从银行流出来，就真的成政治现金了，后果就是负面的。因为那意味着，南京方或者说南京方的某一个派系，更倾向于亲美日本，结盟纳粹。这帮驴样的！刚才陆代林试图阻止我对他的破戏，就向乔治白求救，乔治白没理他，他心情失落。但这个单一的心情倒是显示，他对美国人和老犹太之间的秘密并不清楚，这是一个惊喜。美国人的秘密能盖住我就放心了，剩下的就是要想办法让他们同意我们
把他带走。我要从他身上挖出所有的信息，暗中告诉组织，犹太人的钱就算有救，在政治上也能做斡旋。可他会暴露你在政治献金这个性质上撒了谎啊！只要人在我的视线里，我就能够控制，这个我擅长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瓦莲丽娜，她和我一样，对陆代灵心存戒备。但古怪的是，每当提到老犹太的话题，她却刻意回避。事实上，她是极其关注的。所有的人，只有她在我眼中还不是透明的，这让我很忐忑。算了，我再琢磨琢磨，你出去观察一下。陈嘉颖这个妖孽，让你费心了吧？哼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没错，他就是在栽赃陆代灵，但是他这是要救你们的命，懂吗？你们的组合谁都不会往友好上想，而且那个惊天小幕后的秘密要是被曝光了，就是个灾。这话说的够明白了吧？解读陈嘉颖的逻辑没有意义。他是行为痕迹分析专家，很多判断途径大家都想不到。是，陈嘉颖在分批排查的时候状态很不稳定，但这没什么关系。反正我跟陈敏章已经曝光了，无所谓。其实我们对陆代灵也是心存恐惧的。所以啊，说他是杀害石原的凶手，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坏处。把谋杀石原的凶手交出去，这一场对峙，日本人就没了道义上的合理性。我们再宣布有条件投降，暂时扣押陈嘉颖、王大定，等待各方外事机构介入。反正我们不再有牵挂了，不怕的。你是说陈嘉颖跟王大定？陆代灵绝对不能由他们俩带走，这俩一走，谁都保不准会再发生什么事儿。大家注意了，有人要上来。干爷，楼下来人了，情况不明，所以我们现在最好都待在一块儿。各位，日下大佐已经跟各国外事人员沟通了，正在等待结果。大佐为了表达善意，让后厨做了晚餐，让我给送来，并派我沟通更加细致的幕和条件。各位，食物很多，让我上去吧。现在开始倒计时。你们对他俩还没有实施禁锢？你希望这样吗？他这么一来，我们跟大家的沟通就被打乱了，真讨厌。怎么样？日下部派你来跟我们沟通，一定给了你条件底线吧？直接说出来吧，别耽误功夫。日下大佐让我转告你们，在这里，对县警方实施武力是绝不被允许的。放弃抵抗是底线，不管你们是否被激怒。
凶手交给你们。什么？我们把谋杀石原的凶手交给你们，以此表示我们请求有条件的投降。凶手，你们抓住了？我们武装战士决里都是无奈之举，我们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拍摄真凶，以免无辜的人背锅血。所以，县警方应对我们给予谅解，不要再抱以敌对的态度，认真考虑我们的诉求。他在磨蹭什么？按预定时间，他应该鸣枪了。别太过分了，大佐，给他一个寻找安全位置的时间，这不算过分。那就再给他5分钟，5分钟之后发起攻击。陆小姐，你听好了，我栽你是为了带你逃脱这里。我知道你代表南京方，而满铁是你最好的引荐方，所以告诉我李佐在哪儿，这样当你和满铁接触之后，就省去了不必要的过程，会迅速建立信任的。你给我上了不错的一课呀。恐惧是会让人暴露出最内心的东西啊。是你想控制我。越是拿南铁说事儿，我就越觉得你有不可告人之心。你在恐惧什么？或许是你想控制我，结果你发现突然做不到了，于是你忙不迭的想套出李佐现在的下落。你信息库里现在就缺这个了吧？我弄醒他了。你能捅我的混蛋！老实点。哎，等一会儿，那个我们跟他一起下去，走不去？等等，把他交给陆军将就是了。你跟陈建不能走。你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我们投降是有条件的，如果没有了人质，条件也就没了。你们过河拆桥，你们！王大鼎，你快点行不行？等一会儿着什么急？不是凶手已经找到了，事情都好转了哦，你们还要扣押人质，那谁相信你们这要投降啊？5分钟已经过了，大佐，野间科长，我不可能无限制的等下去，这是战斗。用你们脑子想想，行不行？把我和陈家营绑对立面，好吗？王大鼎，既然窦警长来了，就不需要咱们俩带走凶手，算了吧。走。等一下，你带着枪你！窦警长，你不是来讲和的。突击进行，战斗！准备。动开！秦组长，战！快进去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瓦列丽娜，你在干什么？停止攻击！停止攻击！
他们有条件投降，我们可以恢复谈判。都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他们不会还击的，冷静，冷静。他是年初从国内窃逃的移民和物理学专家，美国佬的财富任务不是真实现金，是他。所以遇到麻烦之后，就随举报帅。所以反间计出不了封锁，他们比你我还要焦虑，懂吗？你竟还有我不知道的特殊任务？简先生，他是苏方委员会的人，他派给我的活，我不敢不接的。组织的问候我已带到，二位，告辞。好。苏方委员会的人，我们还是得小心，最好跟他保持距离。瓦琳丽娜，我就是个科学家，我只会搞研究。可就因为我是个犹太人，我没做汇报，娶回了一个外国妻子，那些肮脏的政客就大做文章。那些人有多邪恶，你们不会不知道。我妻子受不了迫害，死了。你给我闭嘴！瓦琳丽娜。真实现金是骗局，现在肯定拿不到钱了。杀了他，没让他逃去美国，我们还能将功折罪。你知不知道他是总后，我都去完。他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。瓦列丽娜，我忍你很久了，瓦列丽娜。不知从什么说起，你开始藐视我的尊严，总是有意无意在人前跟我唱反调，甚至讽刺我们的国家。我原以为是因为我在变老，无法再满足你，所以我只能忍。没想到你变成同床异梦的陌生人。你是恐惧吗？我知道，把骗局当真，戏弄了最高领袖。我也很恐惧，我想到了结果。但我发现，我反复回想，能跟你一起死，我会很幸运。22年的婚姻，我是如此爱你。你还记得第一次相遇吗？一个年轻姑娘扭伤了脚，当时我把你抱在怀里。满山坡的野花让我沉醉，我想我深爱它，我们的国家，因为有你，瓦列丽娜。核物理不是那个正义的专属，它属于全人类的，瓦列丽娜。蒋先生的命令也不是最高指示，瓦列丽娜，否则不会交给有外交身份的人。他们不代表我们的国家，别为了他们杀人。如果我们还有爱情，外面什么情况？我想，应该是每个人都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吧。是巴布洛夫和瓦莱妮娜保护了老犹太。大当家的，咋样？睡觉拉屎你们随便，就是别跟我说话。咋的了？啥大事啊！把我叫回来，妈火急火燎的发3封电报，真会挑时候。我刚到东京映画实习，那是一个
更高级的军事院校。咱妈跟人私奔了，去的苏联。嗨，这好事啊，都是罗曼蒂克。啥玩意儿？啥叫罗曼蒂克？就是呢，吴刚跟嫦娥那种非常美好的男女关系。我告诉你，别裹乱啊！咱爹是去世的早，这妈能再找点幸福，咱当儿女的应该支持，知道吧？啊？跟谁呀？这你就别问我哪知道啊？不是哥，你管管我行吗？他妈跟人跑了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就要接管黑匣子领，我很累呀。不是啊，打祖奶奶起，黑匣子领就是女人当家呀，这都上下5000年的规矩了都。哥，你知道吗？周边六宅，你不要吞掉黑匣子领，觉得咱妈走了，我镇不住。哥，你管帮我。那驴养的，干他们！你有什么权利擅自逼听突袭？哎呀，瞧瞧我这人缘混的，这事要是放了别人，是不是就得立功啊？就因为你带出了谋杀石原的凶手吗？如果不是石原为我求情，我早就没有资格继续待在这儿了。我很感激的，我和石原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抓住谋杀石原的凶手比什么都重要。但是对不起，我不能因为这个就变成一个屁事儿不懂的人。大佐，不计任何伤亡的抢攻本身就是存在政治风险的，而且他们已经答应有条件投降，我们唯一的借口没有了。我们要的是钱，不是他们的命，对吗？而且我想，您心里是清楚这些的，要不然也不会因为我一个小小的警长就下令停止突袭。陈家营情况怎么样？那些家伙们既然同意投降，陈王二人的安全，我想就不用担心。娄代灵曾经骗了我们所有的人，这说明他或许掌握了更多的秘密，或许隐藏了更多的秘密。石原队长也许就是发现了这些不该发现的秘密，而惨遭杀害的原因吧。所以我说先缓口气，等陆代灵苏醒，先从他下手。楼上那些家伙交给陈家颖和王大鼎去周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宣泄暴虐的欲望，但真正的强者更要懂得去克制，尤其是在这片王道乐土。哥，那陈家颖他们，我没杀掉他们，让你很失望，对吗？不是，哥，为了证明我是对的，这话说的我自己都差点感动了。而人呐，是个讲逻辑的活儿，你要是没这个心思，就不会撺掇我要杀掉正在调查石原死因的陈家颖和王大鼎。你觉得我才是凶手呢，对吧？想让我此地无银300两，
弹了，然后你趁机上位，你怎么那么迫不及待呢？来，看看我，浑身上下哪点像杀掉石原的凶手？啊？搞得自己一点智商都没有，证明陈家营是不是共产党，我是不是对的？首先，不能让日下大佐一时冲动丢了位置，所以我才冒着子弹逼停了冲突，这才叫心眼儿，懂了吗？窦警长，我做过细致的调查和测算，石原被杀当时，隐藏于饭店的所有人当中，只有你的行踪无法确定。别那么不甘心终止掉一场有很大概率导致敏感人士伤亡的冲突，这不是一件坏事。我只是对窦世娇突然逼停冲突的动机有些怀疑。你不是已经在他身边安插了裴秋成吗？疑惑可以由他去解。石原在饭店遇害时候，隐藏在饭店里的所有人，只有窦世霄的行踪无法确定，而且他还是个有污点的人，自然会让人产生怀疑。我可没有贬损你的意思啊，我只是希望你有一份稍安勿躁的心情。我守在这儿，好，坐上，快，快上！陆家力不由我控制，这就是一个灾难。必须让他们放得了下去，但这得让他们感受到危机。老犹太师福德，卖不着200白，贫妇的心又吊起来了。你是蓝铁的共产党？老犹太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几名世界顶尖的核物理学专家之一，是各列强国争夺的对象，得不到，就杀掉。我去，这么轻松就招了？当时说什么我听不懂。我待会儿跟你解释。有天警察给队员们分发通缉令，我看到了上面的画像，唐玲，她正跟你妹妹在一起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你是通过密道下去碰见了他们吗？对，你妹妹托我悄悄带走你们，但返回的时机那么不巧，为什么？我答应你妹，现在没时间解释，请你们相信我就对了。他可以信任，我们就算能走，我们也不会走的。你为什么呀？刘金花，如果我们走了，刘金花就暴露了。不过你倒是可以跟那些家伙一起走。
唐亮延后的出境，其他人控制。厉行社，你记住这个名字，厉行社。厉行社是，这是个组织，待会儿那帮人肯定会审你的。我告诉你该怎么说。这里有没有什么机关？那边呢？这全部是……老岳太，老岳太，大家有很多问题需要你解答，但不包括他们。给我接门去。喂，您好。犹太银行那边怎么样了？从昨天下午开始，那个众筹项目的票券价格开始暴跌，直到刚刚又有小许拉升。这种操作很可能是大户在集体出仓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继续盯着。老犹太，咱实话实说，我和我哥就是俩骗子，现在遭报应了。我们想活，我们知道你就是希望。你告诉我们，你躲在密室不是为了睡觉吧？这里肯定有玄机，是不是？我他妈问你呢！你在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！哎呀，你们有病啊！看不出来这是吓唬我？哎，瑞。你们两个好像对他格外的紧张，为什么？嗨，这不是怕你们擦枪走火吗？老犹太，现在我们都帮一根绳上，如果真有外出的密道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你们想过没有？如果我能出去，还折返回来干什么？这么说，真的没有？密道真的有。什么？老岳太跟你们说什么了？别用这种态度对我们行吗？你差点杀了老犹太，要不是他瞒着美国佬，你们早就火并了。你们火并什么？啊？美国佬的秘密我们早就知道，不比俄巴多少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放我们俩下去，去堵住陆代林的嘴。要知道，他可代表着南京的媚日势力，让我们俩纯纯粹粹的去抢钱。总比他得逞要强，况且你们还有机会来堵截我们，不是吗？我敢打赌啊，老犹太躲在密室里不是睡觉，因为里边有暗道。你表演过贪婪，你们再表演贪婪啊？谁知道呢？拉布洛夫，见鬼了！不想听听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差点出去，结果撞上李新社的人，要你把他俩带出去。地下排污通道被铁栅栏封着，他们进不来。但这个密道出口正好在铁栅栏外边。我的意思是，南京证券的秘密组织李新社为什么要你把他俩带出去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如果我要不干，就会被他们干掉，所以我只能回来。瓦列丽呢？李新社是江西的人，跟陆代林所属的王系一直矛盾很深。这跟陆代林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难道是厉行社得到了风声，想抓我过去了解情况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老犹太，你别炸我们！我怎么会炸你呢？能走我不走，我不是疯了吗？老犹太应该已经告诉了你们关于密道的事情了吧？
你们对我到底是有多大的兴趣？都已经知道有密道了，还支开苏联人来探我们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栽赃陆代灵？陆代灵知道李佐在哪儿，只有通过他才能抢到那笔财款。或者你们也可以去逼问该隐，问苏联人也可以。其实你们美苏双方阵营应该多一些相同话题的沟通，例如你们都敌视纳粹。那你们又是什么角色？我们，我还有他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抢钱而已。做个交易吧，财富任务我会一直保密的，以前是，将来也是，包括老犹太是全球顶尖的核专家。前提是你们必须放我们俩下去。之前他跟你们说什么来着？顺着我们。我的目的是抢钱，可是现在被阻断了，我得找到希望，这也是你们的希望。都他妈别骗我，别骗我们！立行社的人不是来调查情况，是要杀我们，是要杀我们！你们冷静，相信我，任何事情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好，也不会想象的那么坏。那是个铁血组织，我们比你熟。他们残酷无情，陆代灵就是想劫了钱投靠日本人。我们俩成了始作俑者，被杀100回都不够。加油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这是？哎，咱们撤吧，让他们自相残杀去，全部死完了，咱们出去。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俩一些正面的建议啊？啊！那就听我一句话，你们两个在谁那里都过死了，赌赌运气有何妨呢？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说，这是咱俩配合最糟糕的一回吧？何以见得？我们努力把自己包装成胆大妄为的贪贼，但依旧散发出了浓浓的正面光辉。这好吗？还记得上来前我说的那句话吗？他们当中有谁会爱上我？北楼的同事结构有问题。我也有问题。我在想，那些家伙当中有多少人会爱上我？你觉得咱俩这造型也是被爱的一部分吗？电梯有点小，人贴人一次也只能下2个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饭店老板是我朋友，否则我输光了钱，哪还有可能住在这里？电梯直通地下，出口在排污区外端，扣着井盖，日本人应该没有发现，所以铁栅栏封在了里侧。立行社的人还在那里一直等，在排污区的出口等。告诉他们，城市兄弟在我们手里，要做我们一起做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肯定会拿我们当筹码，带着我们一起走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找个机会扔下我，然后跟他们一起走，把任务传给唐林。嘉颖，这种时候你能多想想自己吗？陆代灵是枪手中的枪手，斗不斗得过他，我没有把握。但是我至少可以保证，刘金花可以安全逃脱。但是我不想这样跟你分别。
谢谢。但是请你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求你了。的确有条通外的味道。你俩不是要抢钱吗？哼，那好，我们一起出去，从一个起跑线上出发，看看谁比谁乖。看来那场意外没把你伤得太重。看着他，知道这是谁吗？我最好的朋友石原。看着他，你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他就希望这里有一个璀璨的未来，可是现在他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就是因为你。给他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听见没有？跪下！住手！枪套是故意打开的吧？好让我不堪凌辱，一时冲动拔了你的枪，然后我就因为持枪袭警被击毙。谋杀石原的凶手，是吗？这个罪名我背定了。喂！陆代玲，你杀害石原的人不是我，那是王大鼎跟陈佳颖的栽赃，而他呢，诱使我夺枪反抗，被击毙在这里，从此坐实这个罪名。他拽我来这儿，不是您授意的吧？枪套上的钉扣故意打开，以便我夺枪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就是这个小小的细节，让我洞悉了你的险恶用心。他为什么配合王大鼎跟陈佳颖作死我谋杀石原的罪名，我不知道，但想必值得深究。这也许就是我们可以沟通的开始。他说的属实吗？属不属实的，检验一下就知道了。下这个套就得避免自己遭受危险，但我敢保证，他的枪套里是空枪，子弹他早就事先卸掉了。
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轮的谈话了？想什么呢？一直不说话。我在想我做的对不对？老犹太靠不靠得住？既然托付人家了，就少一点参与。你女人的命，跟我哥一样，就赌在他手里。你要真没有一点点担心，我会怀疑你们之间出了问题。因为我哥。担心有什么用啊？少来这套啊！我哥是个不为女色所动的人，足可以托妻继子。所以我警告你，是朋友就别参与，这是江湖人的情操。你看，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？怎么地呢？大当家的，怎么就你出来了？我哥呢？你还敢诬陷？干嘛呀？用得着这么急于表现吗？慢慢审，总会问出来的。你下套成功了，我已经没办法为自己辩解了。陈家颖协助办案无数，但是至今没有错误记录。虽然我还不太清楚他的整个断案过程，但是你很难让我对他出计的结果产生质疑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本来陈家颖和王大鼎盘算着跟我一起下来的，结果事与愿违，被我逃脱他们的视线了。他们很着急，因为我可以直接面对你，跟你沟通，摆脱他们的控制。喂，你现在已经跟野田科长面对面了，就不要再说那些没用的话。在我还没有动用酷刑之前，你唯一的一条路，就是老老实实的告诉我石原队长被杀的动机和幕后的真相。这是我给你最后的警告。大佐，我觉得应该宣布解除抵抗，让那帮家伙从赌场里出来，妥善安置。就安置在没有被破坏的房间里，这样就可以把陈家颖和王大鼎分离出来。只要他们分离了，有很多事情我们就好解析了。我想听他说。怎么？你觉得我有可能做死他们俩，就不想做死我了？陆带领，现在来不及了。赌场里有条通外的密道。就在窦警长上来之前，老犹太神秘消失了，把赌场翻了个底儿朝天，都找不着人。不可能！宪兵强攻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了。在什么地方？你还看见什么了？有密室，就会有逃生的通道，否则就是多此一举。这么传统的建筑理论，我知道，他们肯定也会知道。既然老犹太又现身了，那他们一定刨根问底啊！因为有一条退路，再好不过。不是啥意思啊？让那些人出来，他们留下？他们要我谎称你们是例行社的人，骗那些人出来，由你们控制。我是问你，他们为啥不走？当时我就那么点交流时间，没有详细说。主要是刘金花吧。刘金花，我见过这个女孩，不太喜欢。对不起，我离题了。刘金花没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这么跑掉，就等于暴露了身份。那女孩会遭殃啊。暴露什么？我见过你的画像，
他们都没有回避我，你就别太紧张了。谢大叔啊，回去的时候，你给他们传话的时候，你这么说：厉行社的人让他们带走王大鼎跟陈家映，带不走就绑走。大当家，他们决定留下来是有他们的目的。陈家映真是你女人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哥为了他女人能走不走，你眼见你女人能走不走，却惦记她目的，功利成这样，还有爱可言吗？正因为我爱她，所以我了解她，我必须要小心谨慎。大当家，任何的行动都要把状态摸排清楚，绝不能与她的意图相撞，否则会对她产生危险，你懂吗？天黑的时候行动，因为密道电梯一次只能坐2个人，时间和过程都会比较长。为避免中途遭遇日本人的干扰，会有我们的武装人员突袭和平饭店，牵住敌方的注意力和行动力。你想好了再做决定，行吗？傻狍子来了，召集黑匣子岭主力，准备夜袭和平饭店。好嘞，等等。不管多难，也绝不放弃一个自己人。这是黑匣子岭精神，二当家一直贯彻得很好。我要强行带走他，就不能负他。刘金花，我帮他抢出来。下面的宪兵只留了2个，已经不再是备战模式了。我们2个是最后一波才离开，祈祷上帝让这种平静更长一些。对不起，我不相信上帝。我们离开之后就分道扬镳吧。我靠我的上帝，你靠你的工厂主义。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狭路相逢，就彼此之间留下余地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那就彼此为对方保密吧。什么意思？对谁也别说政治现今是个骗局。如果结局注定是我败，至少还能给我留点面子。张扬，张扬，没事儿。看来我真的是用脑过度了。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！听见没？来人呐！你告诉我们这个消息，这是想说明你跟这些家伙没有任何关系，对吗？那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了。和平饭店的所有住客我都调查过了。老犹太年初从苏联过来，可惜在楼上的赌场输成了穷光蛋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为什么一个穷光蛋能在和平饭店这种地方住到现在呢？因为他跟饭店的老板是好朋友啊，所以他知道有密道，这很正常啊。饭店的建筑图纸肯定不会标注密道的位置的，但据我推断，这密道一定是通往地下的。你向市政部门要一张地下工程图，你就知道出口在哪里了。你们不赶紧验证一下吗？总比在这儿听我口干舌燥为自己辩解有效率多了吧？野间科长，如果验证结果我是对的，
那就请你放下所有的疑虑，跟我进行下一步的沟通吧。杀石原的凶手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最后那笔钱款，最终流向掌握在谁手里，不对吗？给市政部门打电话。是。不是你们真行哎，人都这样了还捆着我们，老实点，能跑了吗？老实点啊！有没有人性你们？别叨叨了，老犹太回来了。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当他们的面说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乔治，其实我们没那么冷血，大家都一起走，无所谓。这么难看的样子还被大家围观，真是好尴尬呀！例行社的人说，我们当中有南铁的机要人员，所以答应让大家一起走，但陈嘉颖和王大鼎必须在一起。这不是废话吗？反正我就是传话，他们怎么说，我就怎么传。在我告知电梯一次只能载乘2人之后，他们分析大家逃离的过程会比较长，所以为了避免中途遭遇陷阱方干扰的可能性，他们会调配一些武装人员袭扰和平饭店，说是以此帮大家牵制住陷阱方的注意力。天黑时，双方一起同步行动。例行社用得着这样卖力吗？哼，都只有满铁机要人员了吗？他比我们贵重。人就是这样，往往越想越迷。想生妄念，还不如好好倾听一下内心被忽略的感觉。王大鼎和陈嘉颖既然决定留下来，必然能找到险中求胜的办法。不要替他们做主，会破坏他们。放屁！机会要是找不着呢？要考虑他们的意图吧。所以我说你就是为了任务，根本不是你女人的安全。你再说一遍。讲主义的人，舍得掉女人，丢得了娃，这种传言我听得太多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一点都不佩服这个舍孩子套狼的活，我们绿林界干不出来。我希望你会明白。这些传言不是别有用心，就是误解了我们的情怀。行了，没时间跟你废话。你有什么把握让突袭成功，而不是在送死？送死？太小看我了，也太小看我们黑瞎子岭了。我告诉你，胡八爷，突袭方案我早就成熟了。和平饭店南西北3面都是街区，便于分散。集结东面隔街一排商铺之后，就是延绵江边的红松林，方圆27里，中间河道纵横20-30人扎进去，化整为零，并非难事。8点钟时，有辆运输的卡车会被劫持，在相邻街区装载上集结的兄弟，迅速开往饭店西面街道。临近时，还会有辆装载着满箱黑火药的马车率先于他，冲进饭店后门内工厂。火药引爆后，场内宪兵必将大乱。紧接着卡车驶入，所有兄弟投入战斗。空场只有8名女兵，死的挺尸，没死的必会退回大楼，会同里边2班多日兵进行抵抗。但别忘了，大部分的日兵都在封锁主场，紧急会合一定手忙脚乱。况且楼内近战机枪也根本发挥不了作用，战力必将大打折扣。而我方多面突袭，不求胜利，只求生势。
亮和德智守为，往里一扔，把门一封，迅速逃走。穿过商铺，越过红松林，等县警方集结兵力入林搜索时，我们早就顺着几条河道跑了。根据老犹太提供的信息，我敢确定，刘金花应该在和平饭店主楼的某个房间里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找到她并带走她，应该不会太难。这是我的把握。大当家，你应该清楚，任何事情都会遇到和变化。如果招猫递狗、跑肚拉稀都要计算在内，什么仗都别打了。大当家了，船来了。大当家的，几位辛苦了。传讯已经到位了，以火车站广场大钟为准，8点10分，宣河道4条岔口依次集结。装载黑火药的马车现在新发地，也已经伪装好了。漂亮。梅球，你跟这些人留在这儿，等那些家伙出来，迅速解除武装救力之路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注意老犹太跟二当家，还有陈家颖的安全。必须的。傻狍子，你跟我去新发地。今晚那匹马死得有点冤，我得亲手喂喂它。今晚这仗咱们打头阵，玩个漂亮的活出来。好嘞，加上我吧，既然说服不了你，就行走吧。要不然你不放心我，反而浪费个人手看着。密道唯一可以通离出去的，就是饭店底下的排污渠，其排放口在运河桥下，直线距离800米，那里仍属于市区。他们要想逃离的彻底，必须得借助船只向南开到跑马场与卫营交界的几处棚户区，才能彻底逃离。这或许意味着他们在外边还会有人来接应。老犹太下去之后再做返回，或许就为此事也未可知啊。我刚做了检查，阻挡排污渠的那道铁栅栏周边区域，能下行至地井口的有4处，但只要留人，就可做监控。由此可见，下行至地井口的出口就在那道铁栅栏之外。若有接应，来者必非善人，我们应当可以排除逃离时被我方撞见的可能性。或许有人在别处引发事端，吸引我们注意力，以示掩护。当然了，这些都只是猜测。予以防范，不往以待，我想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即便什么都没发生，那我方也演练了一次排兵，有益无损。但若正备严重，那收获可就钵满，何乐不为呢？成功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，对吗，大总？陈家颖说，日本人不知道政治陷阱是骗局，你就信吗？他可比我和我哥更会骗人，咱可不能被他蛊惑。
信了。夜袭饭店是我妹出的幺蛾子，也怪我，成天上午打鬼的，弄得弟兄们都急赤白脸的，像干票大的扬名立万。看来堂里没有劝住他们。我早跟你说过，对付这种女人，她没经验。哪种女人？我妹啊，刘金花这种，讲道理没用，要么靠哄，要么靠骗。我可真同情你的成长经历。嗨，要不怎么会爱上你呢？少废话，赶快分析一下他们逃离的步骤。哎，你别用脑了啊，让小花交给我。啊，第一波下去的会是乔治白跟老犹太啊，因为那帮货谁都提防着谁，所以电梯空室上来会怀疑被动了手脚，所以老犹太还会回来。带走第二个人之后，他们才会放心电梯空室。但是这第二个人必须是他们认为不会跟乔治白同谋的人，所以不是我，就是你。你的身价呢比我高，如果中途敌人冲上来，还能当个肉盾，挡个子弹什么的。所以我被带走，最后留下的是你。谢谢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抓紧吧。走吧。那行，那我先下去帮你们探一探。下一个就是你，陈女士，最后一个走啊！告诉你，别想耍花招。孙子，就你们这点智商，以后做点小买卖得了，别老贪大。我还借你吉言了，我正琢磨着怎么把这罪过推你们俩身上，好让立行社的人宰了你们，放了我们。做大骗局的人得有大格局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万一这次又发生了意外，这一条建议或许能帮到你们保住命。麻烦你帮我把绳子解开吧，都麻了。我疯了！行了行了，我来吧。他强悍的是头脑，而不是体质。别担心了，你们都有枪，我跑不掉的。谢谢。走。别乱动啊！谢谢你曾经做过的正确选择。